老强啊，你可以呀！对呀，害呀，害什么羞啊？老强害羞了。之所以老枪是第一名，是因为在这次作业中，他充分展示出了对猎物的操控能力。大家可以看到，在整个推导视频中，猎物对于老枪是完全的服从和配合，100%的享受在其中，甚至允许摄像镜头的存在。所以，作为奖励，我们给优秀学员老枪颁发6000元的奖金。不错呀，好多呀！请客，晚上找个好点的场子请啊。接下来，也到了大家最期待的5部陷阱法之第5坑——情感虐待和操控。只有历经重重的考验，才有资格看到 PUA 的巅峰绝学。恋爱是感性游戏，需要制造强烈的感情刺激，对你的猎物忽远忽近，反复推拉，才能让猎物在此陷阱中无法自拔，不能抽身，让你为所欲为。和失去你的痛苦比起来，钱、人，甚至命，都不值得一提。天堂周期，地狱死亡点，离生周公，疯狂炸区，专属烙印，自杀鬼。上视频。疼吗？你不是说为了我，什么疼都可以忍受吗？你现在知道我有多疼了吧？每当我看到你跟那些猪头客户眉来眼去的时候，我比这还疼。我没有。不要狡辩，又说对不起，老公。对不起，老公。像你这样的女孩，脱了衣服那才是真正的有。我要把最完美的你完整的记录下来。把手拿开，拿开。多一个。老公，能不能不拍脸？想你的时候，我当然要看到你的脸。你在担心什么？没有，我只是……你是觉得我会把视频给别人看？哇，觉得我是一个变态？我不是这个意思，哎，这就对了。好美。看呀，老强，精彩的来了，精彩的。喂，哪位？你好，你是严玲吗？是我。你认识简雷雷吗？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这是什么？不可能，不可能啊！根据道路监控显示，昨晚是由死者本人驾车开往了江边。
这是当晚龙会和监控拍到的画面。通过我们现场勘查，死者身体上没有其他明显伤痕，怀疑是死者有意用汽车尾气造成自己一氧化碳中毒，初步判定为自杀。蕾蕾不可能自杀，那不可能啊，那不可能抛下叔叔阿姨不管的，而且他都快结婚了，他什么都挺好，他没有理由这么做的呀。严老师，你说他快结婚了，他未婚夫是？叫夏意，他们两个是在银行的酒会上认识的，他们感情一直都很好。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我没有，蕾蕾手机上肯定有。严女士，你看一下，这个是简蕾的笔记吗？爸妈，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犯下了弥天大错，今生无法弥补，欠你们太多太多太多，来生再还吧。对不起，小乐，不能陪你长大了，干妈永远爱你。对不起，玲玲，下辈子一定跟你一起环游世界。记住，一定要替我好好的活着，你答应过我的。我们家蕾蕾呢？这边。家蕾蕾在哪儿？你慢点，慢点。冯妈，今天还得麻烦你帮我去看一下李长宁，我这儿有点急事儿，实在走不开。不是孩子，是其他的事儿。行，我知道了，谢谢。叔叔，阿姨怎么样啊？好点了。妍莲，有没有可能带我到蕾蕾那儿？我想替阿姨拿双鞋。哦，没问题。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蕾蕾之前说过，夏意有任务的时候，经常手机没信号，等他看到了，他会打回来的。日子过得那么好，怎么突然之间就想不开了呢？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我去给您和阿姨拿洗漱用品。
大补天的，好好吃个火锅不香吗？想来这儿是吧？哼！李胖，哎，帮我做个笔录。没空呢，哥，我当联络员那自杀案给上面简报还没写完呢。你看你这一身肉，再不勤快点，体测能过吗？是我一内勤，我又不用出警，我昨儿碰上那自杀的纯属意外。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我们要报案，我们要报案。是这样的，我呢是临海商业银行滨江支行简雷雷的直属领导，我姓张。下午的时候呢，有警官跟我们说简雷雷出事了。他呢是我们的贵宾。我来说吧，那个简磊磊啊，一直是我的私人理财经理，一直呢帮我打理我在国内的一些流动资金。我刚从国外回来，本来呢今天上午约来银行，我是约了他和张总一起来商量一下新的理财方案，结果呀他没来。哎呦，我一查呀不得了了，他从我的账面上啊偷走了180万呢，这么多啊！怎么了，燕玲？之前雷雷怕您跟阿姨不高兴，可能没有告诉您。其实他跟夏意已经同居一段时间了，但现在夏意在这里一点生活痕迹都没有。师傅，我们调取了简雷雷的银行流水，详细跟踪了资金路径，发现他大概是从2个月前开始频繁的操作客户账户，一开始把钱转到自己卡里边，过一阵就会还回去，后来就只进不出了，前后一共挪用了差不多180万，全用来买一种共享币了，还加了3倍的杠杆，直到前不久，这共享币突然暴跌，简雷雷几乎可以说是血本无归。涉嫌挪用资金，而且金额巨大。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我们家雷雷从小就是个老实孩子，他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不可能啊，雷雷不是这样的人。我们已经掌握相关证据了。你们家属真的一点都不值钱啊？简雷雷的通话记录显示，最近1个多月，他跟你们所说的这个夏意没有联系。1个多月没有联系？简雷雷所有通话记录的机主，就没有一个叫夏意的。还有啊，我们在简雷雷车后备箱里边发现了满满1箱的奢侈品，粗略估计，价值近100万。箱子里只有他一个人的指纹。你们真的了解简雷雷吗？小姐还没下班？是要走。对了，明天早上10点，别忘了跟客户的会。好，您放心。为什么我没接到你的电话？为什么我没能救你？雷雷，你走了，我怎么办？罗医生值完班了。是啊。
你现在不让他毕业，还把他逼疯，你想推卸责任啊？我承认我对李长宁的心理健康关注不够，但是他的毕业论文查重率高达40%。如果就这样给他答辩资格，那对于那些认认真真写论文的同学，这不公平啊！我不晓得你说的重录重黑啊！你把他逼疯了，你们要负责任。冷静点，有什么话咱们慢慢说，好吧？如果就这样给他毕业证，我相信他自己病好了之后，他自己都会觉得羞愧。那以后要是再遇到问题呢，也会有人这样护着他、让着他吗？你怎么能打人的你啊？你干什么？话好好说，怎么能动手？这是医院，不是耍横动作的地方。小环，你冷静点，冷静点。没事，他怎么都没事。啊，杨老师，你还好吧？哎呀，行了，快走。你看我，不要动手，没事。他没事。林主任，这个毕业证的问题你要给我们解决哦。说好吧。你没事吧？没事。谢谢。冰敷一下吧，脸都肿了。我不用，谢谢你。专门为你买的。把钥匙给我行吗？你现在的情绪状况不适合开车，很不安全。你要去哪？如果顺路的话，我刚下班，可以送你一程。不用麻烦你，我可以的。你不可以，实在太危险了，可能伤到了你一侧耳朵，会影响你开车的平衡。你就算不考虑自己，也该考虑一下无辜的路人。去哪？我去顺白路海鲜餐厅。不顺路，但我帮你叫了代驾。啊，谢谢，谢谢你。但是我觉得加微信就代驾的钱，总得给我吧？哦，不好意思啊。我还多。美女，哪儿吃的不满意啊？没有，我是来找个人。他经常来您这儿吃饭，说跟您是朋友。夏总是吧？他是我们这儿的常客，不过有段时间没来过了。都是雷雷顶的座。服务员，买单。好的，先生，您开车来的吗？这边帮您登记车牌的话，可以免费停车的。哦，不用了，谢谢。好。杨老师，可算是见着了。哎，服务员，能不能帮我查一下10月18号简小姐他们的停车记录？可以的，您稍等。哎，您好，是114吗？麻烦您帮我联系一下东 A 4728K 的车主好吗？请他尽快挪一下车。哦不，是这样的，我不小心把他车给蹭了，我需要直接跟他联系，看看怎么走一下保险。哎，夏夜，租车行？哎，您把衣服给我吧。我们家蕾蕾还是一个没有出门的姑娘，这衣服我给她换。您这身体还是算了吧，情绪激动，万一出点什么事，我们担待不起啊。阿姨，交给我吧，我去，你放心。这边。我要再看他一眼，我要再看我闺女一眼。
喂，夏姨妈，我是严玲。你知道蕾蕾身上有纹身吗？你刚知道吗？她什么时候纹的？蕾蕾她很怕痛，她连打针都怕，她怎么会去纹身呢？我们第一次的时候，我就看见了。虽然有个纹身，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我还是问过蕾蕾。她说，这只是一段有关过去的回忆。可蕾蕾的过去我都知道啊。可你不刚才知道她有个纹身吗？我觉得这是蕾蕾的隐私，她不想让我们知道，我们就应该尊重她。一想到她躺在那个冰冷的地方，今天以自杀结案了。明天早上9点半，在下关殡仪馆，你会来吧？知道了，我一定去。我们在简蕾蕾车后备箱里面发现了满满一箱的奢侈品，粗略估计价值近100万。箱子里只有她一个人的指纹。抱歉，女士，您这些物品我们店不能收。为什么？我们不能确定这些是正品。这些都有发票的。现在奢侈品市场仿冒严重，不少仿品可以做到以假乱真，而且还能提供包括发票、全套包装，甚至信用卡、水单在内的一条龙服务。这几件价值最高的，这几个包，这块钻表、手镯，我们确认都是仿品。仿品？除了在专柜买的可以保真，其他途径比如代购什么的，都可能买到假货。那这个小马呢？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也是仿品。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
稍后再拨。李警官，严老师，什么事儿？那天夏雨说跟你们在一块儿呢，说聊得还挺好，有这么回事吧？有。当时他刚救援回来，见完你就跑去医院看蕾蕾父母了。见谁呀？见我？我俩没见着面啊？不是，他打电话来说收到了我们的电话留言，问有什么事儿，我就把大概情况跟他说了。他知道简蕾蕾母亲在医院嘛，就说先去找你们，问能不能等他回来再做笔录。我说可以，但他后来又说什么去哪儿？闽州，说闽州有个渔船事故，需要他们救援队过去支援。我就说那你先去忙你的，回来再弄呗，这事又不着急。你人都没见到，你居然就同意了？哎，你怎么当情人？你怎么做警察的？你简直就是玩忽职守！不是，杨老师，我们办案讲证据，是吧？简蕾蕾畏罪自杀，证据完整，链条清晰。单就这个案子来说，结案没有任何问题。他跟夏意的资金往来没有可疑之处，我全查了，人家又没结婚，啊，我让他过来也就是配合我们调查，做个笔录而已，他也不是犯罪嫌疑人。那夏意为什么要骗我，说他见过你了？他在这个事情上撒谎，你怎么能保证他在别的事情上没有撒谎呢？他电话打不通，送给蕾蕾东西都是假的，车是租的，甚至连张照片都没有，这不太奇怪了吗？奇怪的事情我会查，好吧？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啊，但你不能因为你感情用事就说我们办案机关。我没说办案机关，我说的是你。叔叔，蕾蕾有没有跟你们说过夏意的公司叫什么名字啊？没有啊。我听说夏意经常给你们寄保健品，那保健品的包装袋或快递单号什么还有吗？都是小夏买的，让蕾蕾寄给我们的。那夏意和蕾蕾回老家，你们有没有拍过合影？怎么出什么事了？没事没事，我就是想把和蕾蕾有关的东西整理一下，算是留个纪念吧。谢谢你有心了，不过没来得及拍，他们俩赶上个周末，忙忙叨叨的来，待一天就走了。好，没事了，叔叔，我挂了啊。夏意，俩女的，一老头，还有一服刑的没了呀。胖，胡所的年稿写完没？快点，催了。写着呢，写着呢。小王八蛋，人民警察都敢骗。胡所，干什么呢？这是？哎，这谁让你查的？快给我停下！你给我说清楚。是我，重要情况，我严重怀疑啊，那个夏意用的假身份。我刚用咱们系统查了，没有一个对得上号的。还有啊，他用那手机号找号贩子买的，就用了这么半年，而且几乎只和简蕾蕾通话。他租车用的身份证都不是他自己的，用了店员的。你说他这么处心积虑的隐藏自己的真实信息，咱们是不是应该查他一查，行不行？师傅，行不行？那这记者把我都查了，就没有夏意这个名字关联的公司，失信人员名单上也没有这个名字。我又查了一遍和蕾蕾的聊天记录，她没有给我发过夏意的照片，手机联系不上，一张照片都没有，这不就跟人间蒸发一样吗？是不是我们想多了呀？那如果真有事儿的话，那警察也不是吃干饭的。别跟我提警察，遇到一个胡子都没长齐的小孩，什么都不懂，还跟我打官腔。严家乐，你这都出来5回了，这次你要拿什么呀？
你都有女朋友了，干嘛还来找我妈呀？你瞎说什么啊？我跟你爸爸在谈正事儿。什么正事儿？哎，对了，乐乐，以前你跟干妈干爹出去玩，你们都会去玩些什么呀？就看电影、吃饭什么的。除了吃饭、看电影，还会做什么？上次泡温泉，干爹也去了，他游泳可专业了。他这里还有一道好长好长的疤，说是有一次救援时被沉船的锚划的。你给他们拍过照片吗？你又不给我买手机，我拿什么拍啊？这借口找的。还有什么呀？干爹打游戏可专业了，他之前还带我一起上分呢。打游戏？就是这个。呀，你都有这个皮肤了？哎，怎么了？干爹把账号注销了。一般人不玩，顶多就把号放着，没人会把号给注销的。说您喜欢这小玩意儿，给您带了一包。我还给您带了些零食，孙姐。就我带这些东西，全都是既好吃它又不长胖的，一吃一个不吱声啊，孙姐。姐什么姐？我都能做你妈了，没大没小。孙姐开玩笑啊，这孙姐多年轻啊！你这拿当我妈呢，我叫你姐我都嫌老。你试一试，真挺好吃的，孙姐。要画像先立案。姐，帮个小忙，行不行？你就先画。而且就算啊，我是说就算，我帮你这个忙，画这个像，那也还要你的目击证人描述的足够准确啊。准确，一定准确，姐。老师，大学老师，哎呀，你语言组织能力特别强，骂人都不带脏字。再准，那也还有我听和理解的误差呢。没有误差，我孙姐怎么可能有误差？开玩笑。别打岔，你听我说。模拟画像是根据语言描述画出素描。描述者的嘴巴和我的耳朵都不是照相机，不可能100%的还原被画者的容貌。即便做到最好，也会存在起码15%的误差。这么说吧，你要是拿模拟画像去做真人比对，那兴许是有用的，因为还有神似这一说。但是如果你把模拟画像交给计算机做人脸识别，机器的算法里可没有神似这一选项。但我就是想知道它到底长什么样。就算你有我画的这张画像，在户籍系统里做照片比对，你有功夫在这几万张甚至10几万张照片中大海捞针，还不如想想其他的办法，去找找别的线索。东 A4728K 是一辆路虎，我当时打电话来确认过，他就是在这里租的车。系统已经查过了，真没下意识。大姐，就是你举报的我们吧？警察已经找我们罚过钱了，你还要怎么样啊？警察？我跟李警官把事情都已经讲清楚了，那个叫什么夏意的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就是多给了我点钱，用了我的身份证办理的租车手续，按时还了车也没出现事故，没必要报警吧？抱歉啊。喂。哎，我登录了小乐的游戏账号，翻了一下他的对战记录，就是有一段时间啊，他呢经常跟这个头像的人一块打，我怀疑这个人就是夏意。我把他那个头像的图片给你发过去啊。
小张，麻烦你帮我跑一下手续。又要去港岛？是啊，他们都是我实习时候认识的老病患，感情特别好，放着不管我不放心，麻烦你。哦，对了，那个李长宁，他这2天的状况也好多了，他妈妈也能跟我们开开玩笑了。是吗？我这儿有张图，围在这眼睛周围的应该是章鱼的触角。你要是想起来谁闻过，麻烦你告诉我一下好吗？老陈，有人闻过这个吗？这个是美杜莎之眼。没有妹妹。那怎么把周围的蛇都改成章鱼了？傻该。麻烦你了。没事。威哥，哎，跑哪儿去了？这几天都没见着人。我出外勤呢，有一个肇事逃逸的嫌疑人跑回西北老家了。我和东子刚抓完，正往回押呢。哎，那我前几天给你发的那个夏意的资料，你看了没？谁？夏意。啊，那个好像没有人报案，也没人立案。你想让我查啥呀？那这么的吧，你要忙的话，要不我跟同事先跑一趟。好，挂了啊。简雷雷调入我行 VIP 服务部时间不久，这几个月他参加的客户活动签到表都在这。活动啊，主要以 VIP 红酒品鉴会为主，没有发现2位所说的夏意的名字。那这种 VIP 活动现场有监控吗？没有。高端客户一般都很注意自己的个人隐私的。这个周新胜是，咱们是首富那个周新胜？对，就是他。里海商业银行红酒拍卖会，简雷雷确实在。你好，您是这儿老板吗？对。那个，我想问一下，您有没有闻过类似这样的纹身？这外面围的一圈，类似是这样章鱼的触角。我这儿一般都原创啊，你这图差点意思，没见过。哎，毛人，女胖。这个图要不您留着，万一您想起来，您可以给我打电话，这是我的手机号码。行。休学手续都已经办好了，回去让常宁好好休息。我还给他挑了几本比较好读的专业书，他要是有时间就让他看看。谢谢了，谢谢严老师。回去还要麻烦你仔细观察常宁的情绪变化，他有任何异常，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联系罗医生都可以。真的谢谢了，我们全家给你们添麻烦了。哎，别这么说，常宁能好好的，这比什么都重要。是。都收拾好了吧？差不多了。这是出院手续。好。罗医生今天没来啊？他今天去港岛出差了，所以昨天就把所有的出院检查都做好了。你是找他还有什么事儿吗？我可以帮你转告。我没事儿，我就是想当面再谢谢他。那你们有事再喊我。好，谢谢啊。谢谢哈。来，在这儿吧。真是谢谢了。好，都收拾好了啊。差不多了，没有落东西了。严老师，
罗医生说您应该会来，他让我把这个交给您儿子，说拜托帮他照顾2天。哦，好。要注意他的右脚，之前受伤了，罗医生帮他治好了。长宁，回家好好休息，听妈妈的话。羅醫生，好多謝你啊！特登過嚟睇佢哋。應該嘅。阿嬸話：羅醫生喺邊啊？佢好掛住你㗎。係咩？係啊，喏，阿嬸喺呢度。羅醫生好。好耐冇見。係啊。Hello, Sam. How have you been? You look good. 張生，羅醫生又嚟探你啦。珊珊佢近排情緒穩定好多㗎啦，冇咩異常啊。呢個動作我上次嚟好似冇見過。係咩？佢呢排都係咁㗎。係啊。Sam, may I? Thank you. 仲以為係好轉嘅跡象。我们圈里这人给客户闻过，发过一个微博，你看一下。梦里人。李岩总啊，您说的都对啊，是现在客户是有一些差评，但是集中体现在动作设计的2个段落上啊。您放心啊，这个新的角色跟场景建模已经进行中了，
只要资金到位啊，我保证咱们能上一大台阶儿。刘总，啊，严总啊，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喂，哎，小吕，我告诉你，小吕啊，这什么玩意儿？我的钱是用来优化质量的，不是让这帮白眼狼勒索我的。做的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我赶紧去！好。什么玩意儿？你们都！哎，怎么了？对不起，刘总，他一定要见。不是你们干嘛吃了？怎么还没轰走啊？不好意思，我们刘总在开会。哎，抱歉，刘总，我真的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跟你确认一下，关系到一条人命，就麻烦你见我一下好吗？不好意思，真的不行。您听到我说话了吗，刘总？刘总，你说的这个简雷雷，我听都没听说过。那你们为什么会拿着一样的图案去纹身呢？这有什么稀奇的呀？这种图案网上多的是。那我想知道你是从哪儿得到这张图片的？还有，你为什么会把上面纹身那美杜莎的蛇也改成了章鱼触角？不是什么蛇呀，什么章鱼触角？你说的这些我都听不懂。你说的那个简雷雷，我也压根不认识。你要有任何怀疑，你报警去，你别跟我这儿添乱。刘总，我的好朋友简雷雷在去世之前，他抵押了房产，所有的钱都不知去向了。我这样说可能会不太礼貌。我看了最新的财经报道，您的这个公司最近也正好遇到了财务困难。住嘴！怎么回事啊？可心，你怎么来了？对不起啊，对不起，你怎么又发这么大脾气啊？不是，没有，甭理他，有病！你怎么跟人家讲话呢？对不起，他脾气不好。还不走啊？我叫保安了啊！没吓着你吧？他是谁啊？我不认识啊。怎么样？产检怎么样？可好了，是吧？怎么不上去啊？你有女朋友了，我总去你家不合适啊。没事，你要想，在这说也行。怎么了？我来就是想告诉你，我找到跟雷雷有一样纹身的人了。我看看，是个游戏公司老板，他叫刘平，也算是半个公众人物吧。哎，那他没说为什么要把这个蛇改成章鱼吗？没有。哎。得把这个线索跟警察说一下吧。我起码得先证明他跟雷雷认识啊，或者是有某种联系。不过他最近确实是挺缺钱的，财务状况很糟糕。但他有老婆了，我也找到他老婆的微博了。你看，看着像是个白富美。他缺钱，他老婆又这么有钱，那他就是想专门找这种有钱的女人捞钱，是吗？杨老师，你看看，照片里有夏意吗？我结束啦，一会儿就回去了。好的。你好，你是刘总太太吧？你是那天在我先生办公室？对，是我。我能跟你说几句话吗？你怎么知道我先生身上有纹身？你跟他什么关系啊？不，你误会了。我是大学老师，我姓严，和你先生有个一样纹身的女孩，那是我的好朋友。她前段时间自杀了，生前欠了很大一笔钱。怎么会自杀呢？这也太可怜了。
你知道那个纹身是什么意思吗？那都已经是过去了，我们现在结婚了，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看过你的微博，你的家境好像挺好的。你什么意思啊？刘平找你周转过资金吗？严小姐，你太过分了！我很同情你朋友的遭遇，但是你不能因此就觉得所有人都是坏人吧？我没有什么话要跟你说了，你不要再骚扰我，也不要再骚扰我先生了。不好意思，于小仙，我如果说了任何让你不高兴的话，我道歉。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让我不高兴，你要是再骚扰我，我就叫人了。对，哎，张姐，你说太对了。能被骗的肯定都是因为太恋爱脑。你让那骗子骗我张姐一个试试？你开玩笑，恋爱脑？我张姐一巴掌给他扇成脑萎缩脑。行，哎，那你如果碰见类似的报案，你跟我说一声啊。好嘞，好嘞。哎，导弹，李胖，哎，你们那最近有没有？你干嘛呢？怎么那么吵啊？找我什么事啊？师傅，师傅，不是，慌什么呀你？我最近啊，跟我同学啊什么的打听，问了好几个，说是一开始谈恋爱，最后骗人钱的案子，我觉得跟简雷的案高度相似。我怀疑这里边有同伙作案，咱们应该立案侦查一下。这不，那个导弹他就不是，王子文警官他就碰见一个。哪片区的？报告胡所，我是小李大学同学，在上官派出所担任社区民警。小李跟我说了以后呢，我就报告了所长。他同意我来跟您汇报相关情况。那怎么不穿警服啊？今天我休息，李胖非让过来跟您汇报。说事，就是前天夜里我们出警，有个女的要跳楼，然后救下来以后，她说她在网上认识一个男的，然后谈了一阵恋爱以后呢，那个男的非要拉她一起来投资。然后她的钱就被骗走了，然后那个钱呢，是她和她老公一起存着买房子的钱，然后她就被她老公打了，然后呢，她就心情不好。然后，第一，这作案手段不一样，一个是网上，一个是真人，再一个，作案结果不一样，一个是骗着钱了，一个是没看出骗钱。那我问你，怎么证明他俩是同伙？拿谁立案？你跟这瞎点什么头？你说案情，你说都说不到点上，那你说，那女的就他们揪下那女的说，在网上骗她那骗子，除了人好，还特别有爱心，最关键的是，也在一海上救援队当志愿者，是不是？对，我忘了。我说到这个，我想起来了，我还有个事儿没跟李胖汇报，说这个人海洋知识特丰富，曾经在水产摊里认识一种毒螃蟹，叫同柱熟肉，你怎么知道？他未婚夫是叫夏意，他是海上救援志愿者。我俩第一次见面，他就带我去鱼市。我们当时看到了一种螃蟹，看起来像花蟹，但其实有剧毒，吃了要加锌的。螃蟹，就想到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我就很害怕。我好想见见你，可是我怎么都梦不到你。我梦到他了。哎，小夏，你来了。小夏来了。阿姨，干爹5期了，我相信雷雷会回来看我们的。雷雷，是我不好，没能照顾好你。我们说好的，婚礼的时候就用你最喜欢的郁金香作为手捧花。可惜我没有这个福气了。
小乐，又长高了。一会儿我要去交墓地管理费，你跟我一起去吧。你到底是谁？你对雷雷做了什么？这个事儿，我之前就跟雷雷说过。其实我不叫夏意，我是一个帕昂华侨，家里呢是做宝石生意的。这1、2年，慢慢把生意交给了我，让我过来开拓中国市场。为了做生意方便，我就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夏意。那雷雷出事了，你为什么都不敢去见警察？你知道，一块宝石值1万或者是10万，甚至是赌石，这里边是有很大的操作空间的。家里生意这么多年，也难免会有一些灰色地带。所以这1、2年，我都是尽量避免跟警察打交道。所以你就骗警察，告诉他们你是做什么救援的，都是假的，对吗？不完全是骗人。生意不光彩，我心里有数，所以我总想着做点善事，就算是给自己赎罪吧。可是参加正规的救援队，那是要去民政局登记的，没办法，我只能是过去帮帮忙，做做志愿者。这个事儿雷雷也是知道的。那雷雷知不知道，你送给他那些表、包都是假的？我拿你送给雷雷的东西拿去做鉴定了，没有一件是真的，没有一件。怎么可能是假的呢？那都是我陪雷雷亲自在专柜挑的，那都是有小票的呀。我给你看消费记录，好吗？算了，你看这个吧。哎，看看怎么样？你真的觉得好看吗？好看啊！但是会不会有点贵啊？而且这个镶钻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就得要夸张的，我老婆就得配这种不灵不灵的，闪瞎你那些符合客户的眼。讨厌，买单了。雷雷啊，一定是缺钱了，所以把那些真的卖了，又不能让我知道，还得给换成假的。雷雷为什么要这么做啊？啊？有件事儿，我跟谁都没说过。我曾经无意间在雷雷的手机里发现过那种照片。哪种照片？就是拿着身份证拍的裸照。你说，雷雷她去借裸贷？所以我猜测，雷雷身上那个纹身，应该也是按照这些人的要求去纹的。不可能啊！这个是你在游戏里用过的头像，雷雷的纹身有章鱼。如果他的纹身跟你没有任何关系，那你为什么也要用章鱼图案来做头像？为什么？因为我爱雷雷。我既然爱她，我就要爱她的全部，包括她那些不美好的地方。我之所以主动换成这个头像，就是为了让雷雷知道，我并不介意她的过去。不可能！如果真的是这样，我怎么会一点感觉都没有？我怎么会什么都不知道呢？那是因为他不想让你们知道，在雷雷心里，你和小乐比我重要的多。他那封遗书里一个字都没有提到我，提到的全是你们，不是吗？你可以拿去核实，大不了牵扯出家里的事儿，我顶多也就是被驱逐出境，永远回不来就是。
我会的。我不能说我从来没这么想过啊，师傅，但现在这个事儿它已经跟面子没有关系了。师傅，导弹他们遇到的那个受害人，就跳楼那个，被他们给救回来了。简雷雷呢？我那天亲眼看见简雷雷的父母在我面前哭得多伤心，多绝望。我就想，我是不是应该再努力一点？我再坚持一下，我有没有可能把他们全救回来呢？我明明接触过这个彭西利派啊，我都离他这么近了，我感觉我马上我就能够着他了。我现在如果就这么放弃了，万一刑侦那边的同事一个没留神，没注意到他呢，这孙子不就跑了吗？哎呀，我不知道咋说，我得对得起我身上这身衣服呀，师傅。要不我晚上我睡不着觉，真的，师傅，我这几天我晚上我一闭眼，我全是毒螃蟹，全是救援队，全是彭西利派，又有什么夏邑的，我都快逼疯了，我已经快被他。别给我丢脸。电信诈骗模式，我觉得可以并案处理了。人到了，好，交给您了，你们继续。蔡志宇，别人叫你蔡蔡，对吧？说说你搭建的这个汇利币融吧，怎么运作的？网站上这个电子货币的走势，都是你们虚构的，对不对？无论是涨是跌，你说了算。我看你以前也是大厂的网络工程师啊，做这么个小网站，屈才了吧？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们很聪明，和客户聊天，用感情拉他们入局投资是一伙人，操纵网站走势是一伙人，转移资金又是另外一伙人。客户的资金不通过网站，而是直接打到另一个银行账号上。你作为这个中间的环节，既不接触资金，也不接触客户，看似是最安全。但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最先抓到的是你？你以为用多层代理、隐藏了 IP 地址，甚至跳板到国外服务器，让我们找不到节点日志，你就安全了？汇利币融的网络域名是从哪儿来的？我要是你呀，肯定不会傻到用自己的邮箱注册域名。我没有，我不是用自己的邮箱去。你的确没用自己的邮箱，你是找人在网上买了个境外邮箱。但是雁过留痕，我们通过域名找到了买家，就自然找到了你。你真是太不小心了，一心只想着同伙的安全，却没有人顾着你的安全。认识吗？不认识。这个呢？这个你总认识吧？你们俩都合影了。别以为你们是铁板一块儿，我们盯你们不是1天2天了，也不是1个案子2个案子了。你今天可以谁都不认识，好好睡一觉，仔细回忆回忆，他是怎么把客户带给你的。想想你的上个环节跟下个环节都有谁，你想起来的越多，也就是他们的问题越多。
你自己的问题就越少，明白吗？跟我走。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快，上车再说。他知道你怀孕了，还把你打成这样，你怎么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原谅他？他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你不要替他找理由，你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你想想肚子里的孩子啊。你怎么会有这个纹身？谁让你纹的？是你老公吗？是他吗？不是他，和他没有关系，这一切全都赖我。我是一个很坏的人，活该他打我。我之前借过一笔钱，但是我不知道利息会那么高，钱越滚越多，我还不上，就被债主逼着按他们的要求纹了身，还拍了那种照片，说拍完就可以抵掉一些利息。你说，雷雷她去借裸贷？所以我猜测，雷雷身上那个纹身，应该也是按照这些人的要求去纹的。你借了多少钱？本金是8万，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越滚利越多，到最后有好几十万。那你家里人呢？他们没有帮你吗？我那段时间跟家里人没有联系，我父亲去世了，因为我。当时原本我是在家陪我爸，但是我跟男朋友吵架闹分手，我就跑出去了。然后他就心梗发作了，我不在家，都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小，我特别不懂事儿，如果不是因为我父亲也不。那之后，我跟我妈的关系也不好了。我知道她怪我，我自己也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我就从家搬走了。后来，我妈很伤心，移民去了国外。我现在想想，我那几年真的生不如死，我做了很多错事，包括借钱。再后来，我就遇见了刘平，他真的对我特别特别好，所以我不想瞒他。我跟他说了之后，他说心疼我，然后就去和我纹了一样的图案。他说他纹了这个图案，这就不再是一段痛苦和羞耻的记忆，这就是我们感情的见证。但是接受过去那样的我可能太辛苦了，他每次喝完了酒就忍不住的骂我打我，我一点都不怪他，我只怪我自己。我真的后悔，我恨不得我自己从来没有做过那些丑事儿，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这些事。我记得你跟我说你的那个朋友，那个纹身，我觉得他也一定很后悔，不然他就不会做出那样的选择。姐，
会不会看不起我们？不会啊，当然不会。那你接下来呢？有什么打算吗？如果可以的话，你能不能借我一点钱？我想买一张机票出去躲一躲，因为我的钱都交给他了。你跟我说你的那个朋友，我觉得他也一定很后悔，他也许比我更后悔、更痛苦，不然他就不会做出那样的选择。我犯下了弥天大错，今生无法弥补，欠你们太多太多太多，来生再还吧。因为你们都觉得干妈是坏人，妈的错就不能被原谅。你会不会看不起我们？我一点都不怪他，我只怪我自己。我真的后悔，我恨不得我自己从来没有做过那些丑事儿。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这些事情。为什么我没接到你的电话？为什么我没能救你？林姐，可心，我再问你一次，你真的要因为那段过去挨他一辈子打吗？我不怕，但是我害怕我的孩子和我一样爱他。你有没有想过改变，重新开始？你的意思是离婚？我想过的，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孩子长大和我一样每天担惊受怕。犯一次错就要及时止损，不能用另外一个错误再去弥补，这样只会错上加错，最后到无可挽回。我那个好朋友，他就是在最难的时候没有人帮他，所以他只能一错再错，最后连后悔重来的机会都没有了。我们都不要去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了，好不好？那我该怎么做？我帮你找律师，我担心你一个人应付不来的，你需要有人来帮你。谢谢你，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了。我们要是早点认识就好了。先不说这些，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养好身体，情绪稳定。毕竟你现在是2个人。妈妈自己也能把你养大，是不是？谢谢，谢谢。别哭了，会好的，都会好起来。耐心等待，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呢？啊，您好，我有一个人寿险，前段时间变更了保险受益人，我先想确认一下这个变更成功了没有。好的，请问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帮您查询一下。啊，
我叫于可欣，年年有余的余，可以的可，欣欣向荣的欣。证件号码是745-201-1989-0417-8562。请稍后，这就为您查询。好。我这边的记录显示，您是在今年4月23日将您安宁一生人寿保险身故受益人改成了于明杰，明是光明的明，杰是豪杰的杰，对吗？哦，对对对。哎，能不能再帮我确认一下于明杰的证件号码？好的，于明杰的身份证号是745-201-2016-0513-8932。哦，好的好的，谢谢啊。哎，挂了。于明杰，2016，这才3岁，你认识吗？不知道，完全不认识啊。这么巨额的财产只留给一个小孩子，一定是至亲吧？我一定会把他找出来的。今年以来，全省各地接到多起报案，有大量受害人通过社交网络恋爱的方式被诱导投资，导致人财两失，甚至有受害人崩溃轻生。省厅领导级专家对多起案件串并后研判，这是一种以情感关系为包装的新型电信诈骗，很有可能是同一犯罪团伙在实施。我们先后在外围抓到了一些马仔，大致能确定该团伙设在帕昂地区，靠近我国边境。他们还以高薪招聘的方式在我国境内招揽人手。3月27日，里海市局刑侦支队抓到了一名负责搭建诈骗网站的技术人员蔡志宇，又名菜菜，终于把这个团伙撕开了一条大口子，同时也验证了我们的判断。据他的供述，巨龙公司大概有300多人，整个公司组织构架完整，分工明确。供料组负责搜集个人信息，筛选精准用户；话务组跟受害人交朋友，培养感情并实施诈骗；技术组负责搭建虚拟投资网站，吸收受害人资金并转移。刚才说的蔡志宇就负责这个部门的工作，还有洗钱组，他们用 POS 机等各种方式把资金层层拆散后取出。每个部门之间相互隔绝，不用真实姓名。蔡志宇的级别不够高，所以他不了解公司高层的真实身份，只知道董事长花名贝爷，2号人物二哥是他的亲戚，主要负责公司的财务和运营管理。还有2个非常重要的恋爱培训师，他们在话务部，主要负责诈骗话术剧本的开发和升级。据说这种先恋爱再诈骗的方式就是由他们开发的。其中一个培训师叫彭新立派，帕昂人，人称王老师，汉语极好，疑似是华人，曾用夏毅这个假身份在我国境内实施过诈骗。我们查到他在中国海关有多次的出入境记录，每次入境之后便失去了踪迹。我们高度怀疑他还有国内的身份。这个彭熙极有可能整过容，这是我们找专家根据推测描绘出他整容前的画像。根据画像和年龄区间，我们在有犯罪前科的人中筛查出了30多个可疑人员。目前的情况是正在调查和排除。另一个培训师外号鲁班，他的真实身份我们目前还并不掌握。整个案件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还没走啊，王队。不好意思，吵醒了啊。你刚叫我什么？汪队啊。开玩笑，不是。但我觉得这个外号特别适合你，都是警察，你一出警，汪队，只要遇到麻烦，BGM。好笑吗？还行，我觉得。我笑了吗？
你来干嘛？我想到点线索。什么线索？就是你那个。说呀。不是，你看啊，夏意、鲁班都是他们公司的培训师，所以有没有可能，夏意跟鲁班会一块儿出国，一块儿回来呢？你想啊，他们都是熟人，在飞机上讨论一下教案，升级一下小剧本，是不是特别方便？所以我觉得，排除小孩、女人和60岁以上老人，这是跟彭曦同一个班机的所有人名单。就这么多，都给那菜菜看过了。他说这里边没有鲁班。我还以为我找到一突破口呢，白激动。说这好不容易来一趟，结果什么忙也帮不上，挺尴尬的。我觉得本来也没指着你能帮上什么忙。是啊。啊？无论从刑侦技术、审讯手段还是身体素质来说，你都排不上号。我们叫你来也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好直接啊！不是，那天您来我们所里边，在我工位后头，特别惊喜的看着我说：“哦，难怪，什么意思？”我是比这照片上胖了好多，那会儿特瘦。我后来就主要专注于文字和档案的工作了，人各有所长嘛。对，所以你的价值啊，就在于，你是我们当中唯一一个跟彭曦有过接触的人。他跟鲁班在我们这儿就像幽灵一样，但对于你来说，至少是真人骗子。哎，你好好回忆回忆，到底还有没有什么细节是你遗漏的？今天就在这儿。好好的，咱们加个班，辛苦了。走的时候把门关好。好。Eric。你怎么找这么个地方？偶尔换个口味嘛。你很喜欢纹身啊？你喜欢开放的类型？我都喜欢。哎，你知道那个纹身是什么意思吗？谁给你的？他们都说是美杜莎之眼，那你怎么知道上面缠着的是章鱼的触角？睡完了，告诉我。哎，那图案谁给你的？啊，你为什么想让我纹那个纹身呢？你别着急啊，慢慢来，脱完告诉你。别着急，别着急呀，你先告诉我呀。那你脱。你别着急，我自己来，我自己脱。你说。哎，你说呀，你不说告诉我吗？哎，你怎么说话不算话呢？睡完告诉你。不，你先说，你先说呀，你别等我，你先说了我再。妈，啥儿子？你得来送我上学了。我妈也不会送，一晚上没回来。啊？
还是没人接。我妈到底忙什么呢？昨晚说有事出去一会儿，到现在打电话也不接。我觉得啊，他就是学校有事儿，然后那个，你放心吧啊，你就好好上学啊。他是大人，他是不会有事儿的，好不好？去。来。别！喂，啊，我是。派出所。以后得提高安全意识啊！这种误会不能再有。大学老师呢，检查下物品，没问题在这儿签个字。收拾下可以走了。不是什么情况？你穿成这样干嘛呀？我真服了！你说刚才一接电话说你在派出所，我以为怎么了呢？你说你一个人夜不归宿，把孩子扔在家里边，就跑出去跟人约。你瞎说什么？我约什么了？那你这是干嘛呢？我一直被他们耍得团团转，我现在好不容易有点线索，我不想放弃。这儿，不是，等会儿什么线索？纹身啊！要不是警察那时候来临检，我现在肯定都问出来了。你说。说呀！税完再告诉我。你怎么说话不算话呢？你先说，说完，别着急啊！你先说。税完告诉你。不，你先说。你先说。开门！站排查！把门打开！我真是服你了，就为了去找一个纹身的线索，就能自己打扮成这样跟人去约会。这是我能找到唯一的线索。你找线索就能这么干吗？你到底装把刀要干嘛？玩命啊！我就是以防万一，我只是考虑到了最坏的情况。什么万一？就是10万、100万分之一也不能这么干。哎呀，我这不是。昨晚吃亏没有啊？不说了吗？关键时候警察来了。你说你冒这么大风险得到什么了？什么也没查着，值吗？也没有完全白忙活。在他衣服口袋里看到了这个。哎，老卢，就这儿。22号。22号，对。老板娘，你好，我想跟你问个人，这人你见过吗？不认识，西装笔挺的不会来我们这儿吃饭的。老板娘，麻烦你再仔细看看，这个脸你熟不熟？有点像那个老李，来看，这个人像不像那个烧鸭饭加卤蛋不要咸菜那个？是好像有点像啊。你知道他在哪儿工作吗？这我们哪知道啊，都是顾客。老板，一份烧鸭饭加卤蛋，不要咸菜。Eric， 哎 ，Eric， 别跑 ，Eric， 站住 ，Eric， 你别跑 ，Eric， 别跑！啊，声音！
得住吗？张耀祖，钱不还，你往哪跑啊你？我不是不还，是太高了。当初没人逼着你借钱，什么时候还钱？你这都手机收了，看看身上有没有。当半天的利息啊！你们这是抢劫，是犯法的。行，找事是吧？美女，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啊！我报警。不，别，那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看警察一会儿来了，你们还得解释，要不然今天算了，好吧？来，你没事吧？没事吧，兄弟？这。别动，你这刚才跑的不挺猛的吗？这会儿还怕疼？你借了很多钱，和那个纹身有关吗？哎，别动！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啊？我就是想像别人一样，可以谈一次恋爱。情感操控大师，终极情魔。PUA 是 Pick Up Artist 的简称，也叫泡雪把妹达人、搭讪艺术家，起源于1970年代的美国。这是一门教你们提高情商和把妹技巧的学问。无论你想终结母胎单身，追上心仪女神，还是想游戏花丛做集邮大师，浪客独创的巅峰情感操控术，都能让你们轻松实现。你们没有女人爱，被女人嫌弃，是因为你丑、你穷、你矮、你秃吗？错。大错特错！你们失败的根源只有一句话：你们把女人看得太重要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把她们当作是游戏里的 NPC， 顶多是个小 boss。你们打游戏的时候看到里面的大胸美女或者小萝莉会紧张吗？当然不会了。没错，把妹就是一场游戏，你们就照着我说的话，投其所好，做个连连看。什么样的姑娘都能分分钟拿下。哎呦，这不就是教人谈恋爱吗？有必要搞这么邪乎吗？我借钱交了学费，进来才知道是怎样的。就是你学完低阶还有高阶，高阶毕业以后呢就可以当导师，然后再带学员。但是我到最后都没能提成功。啥？踢什么？哎，就是推倒，就是上床嘛。还有专有名词。这上面写了，你看，发生关系之后，女孩的心理防线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然后再进一步在精神上操控对方。那个纹身呢？那个是最高阶的课，叫纹身烙印。纹身烙印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要靠学来的东西，让女孩子纹上那个眼睛的纹身，然后拍视频交作业，交了就可以学下一个阶段，还可以把之前一部分学费当奖学金退给我。你们这也太龌龊了！刚才就应该报警抓你。别报警啊！你不愿意作证吗？我就是学怎么拍拖这犯法吗？什么就不犯法？他说的没错，这上面只有教人搭讪的技巧，没有犯法，警察不会管的。你不说磊磊身上有纹了吗？那他们这里也有。
那我们现在找的不就是这个吗？哎，这上面写着5步陷阱，是什么意思？我就学了前面2步，后面的因为我没交作业嘛，他们不让我学，而且他们很严格的。之前我为了赚那个奖学金，我就花钱找了一个女的，我纹了那个纹身贴，就被他们看出来了，还罚了我钱。你们都是教男的 PUA 女生吗？听说也收女的，但上课老师什么都是分开的，具体我也不清楚。这是哈军。看到了吗？这就是我在为你们做的第一个改变，打造人设。我感觉都不像我了。当然是你喽，只是把你隐藏的那一面凸显出来而已。下一个，轩。大家都知道，大轩只是一个修理工，通过我们的打造，完全就变成了一个优秀的赛车手。第一印象决定对方是否有兴趣继续了解你。你是个狗不理的穷鬼，还是天下女人疯抢的雄性领袖，全都写在你的展示面里。他们会从第一印象开始就判断你展示出来的供养价值能不能给他们带来足够的财富安全感。永远不要质疑我们的专业，在这里，我是你们的神，是一个让你们从可怜的自卑的泥沼中爬起来的救世主，是一个把你们从无人问津打造成花见花开的魔术师。到现在为止，598的体验课就上完了，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神奇的改变。我们后面的课时费是3988，后面的课程才是我们最精彩的段落，教你如何一步一步俘获女孩芳心，让她对你百依百顺。哎呦，你吓我一跳！染头发了？不是，你怎么突然来了？今天周一，我调休。哎，你挺忙啊，最近都不见人。对，我这，哎呦我就是你看，大伙儿都派出去了，就我在这儿留守呢。我这段时间忙的我都忘约你了。这么忙还有时间染头发？不是我那天我不是就是去剪头发嘛，然后那个理发师说就这儿，他说这会儿太白了，说不好看，说染一下，就是颜色没调好。编，继续。没有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怎么回事儿？就是染大发劲儿。参加第2阶段学习的学员们，很高兴见到你们。从现在开始，我要把零基础的你们培养成最优秀的猎手。我们首先用6边形审判系统为你的猎物评分分类。系统分为2大类 ，R 代表主观繁殖价值，她长得漂不漂亮，你想不想睡 ？X 代表客观内心价值，她是不是个好女孩，你想不想娶回家当老婆？R 值更高，适合当床伴，睡一觉就跑了。
，RX 都高，才值得你花费大功夫与他维系长期关系。不过问题来了，你想睡，不代表他就好睡，所以下一步就是对你想攻克的 NPC 进行开放程度的分析，术语叫做浪女信号。对于不同女人，只要采用对应的模式，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答案，分分钟手到擒来。浪子模式用于对付 A 级女玩家、B 级寂寞女人；帝王模式用于对付 C 级乖乖女、D 级保守女。吟游诗人秒杀全场。你好。嗨。嗨，你好。乖乖女通常单纯善良，容易轻信他人，对付她们就要表现出老成持重，在这突然碰到，同时有霸总的强势，建立他们对你的崇拜。加个联络方式。这种姑娘很容易下手。我们的学员有过第1天认识，第3天推倒的战绩。我平时不会这么唐突的，但是从见到你那刻起，我就知道，如果错过的话，一定会后悔的。你扫我吧。好。哎，那个我在外边呢。外边是哪儿？而且我问的是你在干嘛？我就在那个步行街这儿，我陪小乐来买点东西。买东西怎么不叫我一起啊？那个，没事，你俩还没吃晚饭的吧？要不我现在过来找你吧？别，你别过来了，我们马上买完就回去了。卢一峰，我再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在干嘛？你知道我最讨厌撒谎的男人了。不是，我没有。我相信你，我喜欢你，我就是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哎，我真没骗你，我不仅侮辱我的感情，你还侮辱我的智商。喂？我觉得你直觉没错，你可能被绿了。接下来，我们开始学习操控师的核心技术5步陷阱法。1号坑，好奇陷阱，就是要利用一定的神秘感，引起猎物对你的好奇和探索欲。至于什么样的女人会对什么样的男人产生好奇，那就需要根据她的分类，为她量身定制。比如对乖乖女，最近好吗？又梦见你了，就要用甜言蜜语展示你的温柔。能给我个解释的机会吗？我好想你，不要不理我好吗？宁宁，你在吗？好有病吧？比如对女玩家，就要放低身段，展示你的无措与单纯。你来这干什么？那件事情我必须要跟你解释一下。我没兴趣。我知道我在你心里面一直是一个……我一天只有30分钟的运动时间，一会儿6点半还有个和美国的 Zoom meeting， 没工夫在这儿听你的情情爱爱。也许你会觉得写信很幼稚，看完还会嘲笑我，但我还是想写信跟你解释清楚。如果你不想看，就直接扔了吧。2号坑着迷陷阱的关键词：颠覆，展示你隐藏的另一面，展示你隐藏的易碎，你的苦恼，你的脆弱，唤起对方对你的心疼和内心的母性。你信里的故事都是真的？
就在那天我带你去的那个地方。所以，你明知道他因为跟前男友分手，才痛苦跳桥，你不光救了他，还非要和他在一起。不是，难道我们见到一个伤心难过的人，不应该去安慰他、支持他吗？难道你这不叫乘人之危吗？随便你怎么说，反正我就是不想看到他那么痛苦。一定要让猎物以为，他是唯一看到你隐藏属性的那个人。所以他捅了你这儿。你说他捅你的时候，还叫着前男友的名字。我知道你们都觉得我很可笑，甚至觉得可怜，可我不这么认为。他才刚从精神病院出来，我相信捅我不是他的本意，他只是在那一刻把我当成了别人。而他生病过得那么痛苦，你们就只会嘲笑他、贬低他，为什么？瞧我的小可怜啊，还在情伤里呢。大轩，你进步的非常的快，大家一定要向大轩学习，再接再厉，好不好？好。哎，这是什么好东西？我也学习学习。老强，你过来。来，我问你，团战的核心是什么？是什么？团战的核心是互相支援、互相帮衬。你中途溜号太缺德了吧？这是完全置你的战友们而不顾啊！对不起，我这边临时出了点意外，就是我们单位领导死了，然后我去处理一下后事。行了，下不为例。不会有下次了，人都没了。强哥，算你倒霉，没机会见识到团战的厉害。那天晚上啊，我直接就把那个妞给办了。厉害！来，大家坐好，来。亲爱的学员们，大轩的成果已经充分展示出我们课程的实力。我特别想问一下大轩，推导之后，这个妞现在对你是什么态度啊？他说是稍微节奏有点快了，他需要再……这不就是不想再搭理你了吗？一夜风流不难，但这有意思吗？没有。有意思的是，让妞对你死心塌地，为你倾其所有，甚至要死要活。大家看到了，第5坑才是 PUA 的巅峰绝学。只有心狠手辣、立志成为情感操控大师的人，才有资格继续学下去。学好了禁术，你们就可以脱胎换骨，像欧阳老师一样，睡妞睡到腿软，数钱数到手软。想要脱胎换骨，除了学费，还要必须完成我们的作业。大家有没有信心？有。我重新筛查了一遍，这一起案子呀，不在咱们省，但是从要素构成来看，我认为也应该串并侦查。我同意。王老队，王老队，哎，吃饭呢，楠姐。我问你个问题啊，狮子，和老虎，他们会在什么情况下相遇？有话直说。印度西北部生活着这个世界上唯一一群野生的亚洲狮。
而野生老虎主要分布在离狮子很远的南亚东南亚以及俄罗斯远东。2017年，印度的中央邦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发现一头雄性的成年孟加拉虎开始向西迁徙，走了2年，走了300公里，它来到了和这群狮子只相距480公里的地方。为什么？它没事吃饱了撑的，它找狮子玩去。说人话。食物，因为食物。那天你跟我说我是咱们这唯一一个和夏邑有过直接接触的人，让我好好想想，到底有没有什么被我遗漏的线索。我想来想去，你说我能遗漏什么线索？户籍信息、出入境资料比对、整容，这些咱们全都想到了，有什么是我知道专案组不知道的呢？还真给我想到了。银行有点意思，你继续。夏邑和鲁班虽然没有出入境上的交集，但他们有共同的 KPI 啊，寻找猎物啊。就像狮子和老虎，简雷雷和夏邑是在他们银行的红酒拍卖会上认识的。这种活动全是有钱人，对他们来说，那简直就是完美猎场。但我查过了。那天的红酒拍卖会客户名单里边没有夏邑，但别人可以带他进去。那把夏邑这只老虎带进这个完美猎场的狮子，会不会就是鲁班？这是那天的活动照片，周首富拍的。我又找了这个周首富，要了那天所有的照片。哎呀，得亏了咱们这个周企业家有个特别好的习惯，为人特别高调，无论到哪儿都随身带一个专业摄影师。你是说照片里没有夏邑，但会不会有鲁班？提审蔡志宇。是。吃了吗？嗯，吃过了。好。行，那我去帮你留个忙。手机。哎，来了！哎，谁呀？哎，你是不是不方便啊？别方便，我锻炼的，你进来。哦。哎，快坐。哎，怎么了？我就想来告诉你，于可欣和夏邑果然都在那个 PUA 机构里待过。哎，那顺着他是不是就能找到夏邑啊？于可欣说，夏邑之前是他的导师，也是第一个 PUA 他的人。不是，那他跟磊磊一样也是受害者？对。只是于可欣养好伤之后，他决定去做个猎人。他说他跟夏邑现在互为僚机，经常在一个游戏里留言联系。他还说，那个组织很严密，所有最核心的证据，只在竞术阶段才会让你们看到。那进入竞术的作业，果然就和张耀祖说的一样，拍一个露脸带纹身的推导视频。那这个作业，相当于就是个投名状，保证你们不会反水举报。对，这我知道。老卢。啊。如果你要拍那个视频的话，我……哎呀，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芳芳在。不是芳芳。哎呀，不是芳芳。不是，那个是他是那个。你也太快学坏了吧？不是，你过来，你看一眼。我看什么？我走了。哎，你别走，
你看一眼你就知道怎么回事。这种事还让我看？我干哪种事？我没那么龌龊，你来，你看一眼你就懂了。我求你，快，你看一眼，你就看一眼，不是真的，你看一眼你就明白了。你看呢？你看，哎呦，假的都是，你看这多假。你想用这个办法就糊弄过去？啊，这怎么可能？要是这样都能行的话，那赵耀祖还用找我吗？那我能想出来的就这办法了。我有一个办法。哎，你这，哎呀，你别，哎，你就快穿。老罗，你看我，我看不了，你不是有家室的人。你看我，阿烟，画的。你疯了！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办法了。我想帮你一起完成视频，拿到核心证据。我答应过蕾蕾，一定要还她清白。你这，哎呀，不是你这，你说我，阿姨你，不是咱们是不是就摆拍？那，要不然呢？啊，我以为也就是摆拍。啊，手机。哎，我得拿个本子，我要记笔记。哎，不好意思，又迟到了。哎，第几次了？刚下班。又刚下班。想坐哪儿？我都可以。哎，不，我就在那个坐。人都让坐，人都到齐了啊！欢迎大家来到拉克大本营。今天能够坐在这里的，不是我的学员，而是伙伴。劲伙伴！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完成前4个阶段的优秀学员是老枪。大家是不是好奇为什么是老枪呢？请看大屏幕。老强啊，你可以呀。对呀，害呀，害什么羞啊？老强害羞了。之所以老枪是第1名，是因为在这次作业中，他充分展示出了对猎物的操控能力。大家可以看到，在整个推导视频中，猎物对于老枪是完全的服从和配合，100%的享受在其中，甚至允许摄像镜头的存在。所以，作为奖励，我们给优秀学员老枪颁发6000元的奖金。不小不错呀，好多呀！请客，晚上找个好点的场子请啊。接下来，也到了大家最期待的5部陷阱法之第5坑——情感虐待和操控。只有历经重重的考验，才有资格看到 PUA 的巅峰绝学。恋爱是感性游戏，需要制造强烈的感情刺激，对你的猎物忽远忽近，反复推拉，才能让猎物在此陷阱中无法自拔，不能抽身，让你为所欲为。和失去你的痛苦比起来，钱、人，甚至命，都不值得一提。天堂周期，地狱死亡点，离生周公，疯狂炸区，专属烙印，自杀果粒。上视频。疼吗？
不要狡辩，要说对不起，老公。对不起，老公。像你这样的女孩，脱了衣服那才是真正的有。我要把最完美的你，完整的记录下来。把手拿开，拿开。对了，老公，能不能不拍脸？想你的时候，我当然要看到你的脸。你在担心什么？没有，我只是……你是觉得我会把视频给别人看？哇，觉得我是一个变态？我不是这个意思，哎，这就对了，好美。看老乡，精彩的来了，精彩的。失去序列，这都行。老强，嘛呢？快开门！来了！哎，嘛呢你？去！太刺激了，这个，我不得不洗把脸冷静一下。这位老师，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这个可比我们这个厉害，咱们真的跟您好好学习一下。这都怎么了？这，哎，找什么呀？我的笔呢？这儿呢。啊，你以为自己是007啊？嗯。哎，这个名字好啊！哎，那下回我就用这个名字。你拿走也没用，你爹我的设备都是云同步的。真他妈是一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往死里打！哎！队长！上告诉他。不是，哎，我是卧底，老实点，别动。警官，没必要这样吧？怎么连眼镜还不能戴了呢？欧阳坤，你还别说，这个 PUA 形象包装还真是有两把刷子，完全改头换面呢。过奖了，谢谢。鲁班，欧阳坤，来说说，是怎么包装的？其实鲁班这名儿真挺好的，手艺人，工匠精神，适合你。这不到1万个字的剧本，卖了18万美金，你算得上全中国最贵的编剧。我没听懂。我看了你的出入境记录，2、3个月就要去一趟帕昂，去干嘛呀？男人嘛，去帕昂肯定是找乐了。就是找乐，不干别的。还能干什么呀？你觉着我们就是因为这些偷鸡摸狗的事找你来？帕昂那么大，就找乐，不干点严肃的事儿？你知道组织偷渡、洗钱、涉嫌电信诈骗1.6个亿作为主犯，数罪并罚，最多能判多少年吗？
25年，你不到40岁，出来70岁还行。啊，不好意思啊，您刚才所说的一切我不知道，因为我都没参与，我只是去那边上课，就这样。是吗？嗯。认识吗？没戴眼镜，看不清。看清了吗？你诈骗集团的好朋友，可不一定像你这么追击。你和他谁是主犯，谁是从犯，在量刑上可是有天壤之别的，明白吗？行，今天先到这儿吧。不审了，为什么呀？抓着了。嘘。警官，怎么不审了呢？哦，不用了，我们还有别人要审。谁？你觉着呢？有些人自以为神龙见首不见尾，在游戏上跟人联系，但是我们要抓的人，无论跑到天涯海角都能抓着他。走。等等。我交代，我把我所知道的全部交代。林火生是主谋，我顶多是从犯，因为是他把我带到公司的，这个骗人的把戏也是他想出来的。我就是真的帮他，只是归纳和整理一下。也就是说，商业银行红酒品鉴会是你把林火生，或者是说叫夏意，或者是说叫彭西利派带去的。你们去寻找目标，然后看中了简雷雷，对吗？用他的话来说，他是他的猪。肯定的，简经理，谢谢。哎呦，对不起，那个没给你撞坏吧？没事没事。哎，你叫简雷雷？啊，对。真是太巧了，我叫夏妍妍。夏妍妍，真的假的？夏意，很高兴认识你。我和林火生是搞传销的时候认识的，他那个时候就特别容易带女人进来，对女人一门灵。他告诉我说，有一本搞定女人的秘籍，什么6边形体系、纹身烙印、自杀鼓励等等的。我看了，当时觉得挺牛掰的，我们就商量，这不仅能搞定妞，而且还能开班搞教学赚钱。那我就赶紧搞了一套简易的材料，正准备上课，他人就消失了。后来我听说他是骗了某个大哥的女儿，人家要把他腿给卸了，所以他跑路了。大概不到2年，他又出现，还整了容，搞了本帕昂护照，成外国人了。然后他告诉我说，在帕昂搞了一个电商新平台。我当然一看，不就是新瓶装旧酒吗？根本用不着1对1的见面，只要在网上把人设搞好了，慢慢聊天聊出感情来了，就能赚钱了。用他的话来说，就好比把猪带到猪圈里，等养肥了再杀。他说这叫杀猪盘。
你平时跟林火生是怎么联系的？实话说啊，他对于我来说真的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因为每次都是他主动联系我。跟着呢，跟着呢。能不能跟上？再这磨叽，小心晚上误了你的船。放心吧，这不有你的吗？哎，魏岩今天晚上是跟你们一起回来吗？是啊，跟你说多少遍了，怎么还问？哎呀，我这不是怕你光顾着魏岩，把给我买的镯子给忘了吗？放心吧，放心吧，回去就给你带上。您好，怕你们电击报告，我这2天没回消息是生病了。我们是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只能一个人去法院。医生叫我出院，然后我就保不住了，千万别跟别人说。亲爱的，咱俩就得投资赚钱了，我就能嫁给你了。谢谢你帮我凑够给我妈的彩礼钱。放开我的强强，放开我的别打了！没有，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跑了。我知道错了，让他们别打我。在聊天的时候，还说不说让别人帮你报警？不报警了，我不跑了，我不报警了。飞岩，老师，飞岩说准备出发了。知道了。飞岩，二哥。这才怪嘛！下不为例，挨打多疼啊！我帮你，以后再不犯错了，好不好？谢谢北爷，谢谢北爷，谢谢北爷。这就是乱讲话的代价。别以为老子离开几天，你们就可以乱来，干活！我知道你最近也没有见面，限率很高，见面再让我们自己出来应见。二哥，来。什么走漏风声？别可信这个贱人！给我打！打呀！小心！胖子，你怎么样？子弹击中了右侧的肩胛骨，不是贯穿伤，目前没有生命危险。谢谢。大夫走你就走啊？也太冷血了吧！抓捕行动不让你去，你非得去。就你这体格，上战场肯定不及格呀。
慢点，慢点。哎呀，不及格咋了？起码够厚吧？要换别人，子弹穿过去不就打着你了吗？你们这些坐办公室的一点实战经验都没有，都不知道轻重。疼不疼？麻药劲儿过了，有点疼了。谢谢啊。谢谢。不客气。王队，你这谢光嘴上说可不行，你得付出实际行动啊。什么行动？你可别得寸进尺啊！李火生，让我审。好好养伤，尽快归队。想吃什么？黄桃罐头。行。烤串、火锅、冰可乐、炸鸡、炸。点上了是吧？我让爹，你问我干嘛？反诈士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则。李海试点带你走进反诈最前线。近日，我市发生了一起特殊的诈骗案件，犯罪分子通过电话、微信等网络平台和受害人迅速拉近距离，建立恋爱关系，之后多次以投资、理财为名，共榨取受害人100余万元，造成严重后果。据此，我们采访了著名心理学家田教授。以恋爱方式进行的诈骗行为，首先它具有隐蔽性，受害人往往不会主动跟亲友提起，因而错失了被提醒的机会。其次呢，受害者通常会产生巨大的羞耻感和丧失感，这些情绪会严重损害受害者的身心健康，甚至生命。这种新型的诈骗形式近期频繁，以恋爱为幌子，诱导受害人投资，骗取钱财。他们有组织有分工，并有专业的 PUA 话术培训，进行情感操控。他们这个培训呢，就是以教人谈恋爱为名，然后把搭讪、认识到发生关系整个过程变成一个可以快速复制的标准化流程。而且呢，他们还有这种奖惩制度，就是他们把TD的数量，就是TD就是推导的意思，就是他们把这个推导的数量作为他们的战绩，甚至他们还鼓励学员把这个推导的过程拍成视频，还有这种色情的图片上传到网上，来证明他们的成绩。我是觉得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是有一些打破人的道德底线的，也是想提醒一下观众吧。如果说您觉得有类似的经历，可以去找相关机构去了解一下。姐，抓到夏一了，我亲手抓的。为了积极应对和打击这一现象，我台现已开通受害者热线。如果您或您的亲友经历过类似以婚恋关系为包装的经济欺诈，可以通过屏幕下方联系方式或关注我台微博获得心理和法律援助，也为我们提供更多线索。I expect them to be available at all time to answer my phone. 你起来了。I want first-class service. I have the best investor. Just tell them what I said. And no bullshit. Don't get in, okay? That's it. 来咖啡。我打工作电话的时候不要插嘴。对了，先去长安大厦，以后再送我去公司。长安大厦是接李总吗？我不喜欢别人瞎打听我的工作。你不是说我是你的私人助理吗？你工作上的事情，我想替你分担一些啊。私人助理的意思是私人生活，
工作不包括在内。所以对你来说，我就只是你的男宠，外加免费的司机、保镖，还有拎包的，是吗？我知道你是想让我内疚，可惜，你这套 PUA 的方法对我没用。你需要重新考虑一下我们的关系吗？我可以叫司机马上过来接我。贱人！控制情绪是你学会当大人的第一步。蕾蕾啊，你现在可以安心了。严玲把害你的骗子给找到了，他们再也不可能去害别人家的姑娘了。可是我的宝贝姑娘，她再也回不来了。叔叔阿姨，对不起。你有什么对不起的？要不是因为你，雷雷怎么可能沉冤昭雪啊？在我最脆弱的时候，是你们和雷雷救了我。但在雷雷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却没能保护好她。你可千万不要这么说。雷雷她没有怪你，她要是在天有灵的话，知道这个结果，她会感到安心的。